声扬鞭，万马嘶吼是你英雄的出场。生死一念，天地无垠，红日喷过也比不过你豪情万丈。逐鹿中原，你就为了那一天。夕阳下，我望见你调转马头，黎明时，我接过你千军万马。我们是兄弟，血脉相连的兄弟，同把热血交换深爱的土地，为家国，为梦想升起希望的图腾。这是你的光荣与梦想，也是我的憧憬与渴望。爱与恨的交织，血与肉的拼杀，旗帜在硝烟中飘扬。这是你的光荣与梦想，也是我的憧憬与渴望。爱与恨的交织，血与肉的拼杀，旗帜在硝烟中飘扬，飘扬。省长王，急报！摄政王，什么情况？吴三桂回山海关了，说是陈圆圆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明给睡了，吴三桂的老父亲也被刘宗明给抓起来了。这回，我那外甥绝对不可能投降李自成了。北京城在闹瘟疫呀，李自成也朝山海关赶来了。他是想灭了吴三桂，还是想招降呢？我们一定要把吴三桂争取过来。祖大人，您以本王的名义给吴三桂写封信。高总兵，湘勇组织的怎么样了？士绅马维西、吕明章等人组织了1万多人，他们虽然都不是正规军，但手上也都有武器，愿意跟我们一起守城。好。平西部，李自成和多尔衮都派人给您送信来了。这么巧？哼，我呸！兵部尚书，我稀罕这头衔啊！这李自成也太小看我了，我要的可不是这一顶顶官帽。多尔衮，看看这多尔衮给我封什么？多尔衮一向奸诈，这会不会是他的权宜之计，让我们和李自成火并，他好坐收渔翁之利？我吴三桂就这么好糊弄？这2支部队兵临城下还有些时，你们俩把这山海关给我布防好了，要让他们知道，我吴三桂可不是吃素的。哼！母后皇太后，圣母皇太后，这是昭陵的平面图，基础部分去年已经开始动工了。这个规模会不会太宏大了？这是睿亲王亲自同意的。他说，先帝戎马一生，励精图治，其身后的陵墓要彰显其一生的功绩，体现皇族的气派。可是这大清刚刚建立不久，会不会太劳民伤财了？母后皇太后，我倒觉得多尔衮这次总算做了一件有良心的事。我皇阿玛生前待他不薄，要是他把我皇阿玛的陵寝修得寒碜，我跟他没完。玉儿，你的意思呢？姑姑，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座墓碑，更是先帝的功德碑，也是我们爱新觉罗家族的丰碑。这座丰碑不
不仅告慰着先者，以后也更能激励着后者。以后的子孙，只要望着这丰碑，就能知道祖先的丰功伟绩，也就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了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郑亲王，那就按照这个图纸去办吧。这，前线有消息了吗？哦，睿亲王已经出发了4日，如果沿途顺利的话，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大凌河附近。蒙古八旗由乌克善亲王带领，已经赶到了大凌河。老鼠去挠猫的痒。本来大顺军没想动关外的，只是他多尔衮自以为是打了一把。这要是惹怒了李自成，那还不是惹火上身吗？人家率领100万大军，我们有多少人？连零头都赶不上。先帝在的时候，不是也一直打到关内吗？那还不是因为我皇阿玛在。多尔衮的实力跟我皇阿玛怎么比？真是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是啊，臣也担心，万一这战事不利的话，盛京现在只有这些老弱病残守着。如果农民军打过来的话，那我们恐怕……打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，等着被轰到长白山吗？这不是才刚出征吗？你们俩怎么说这么丧气的话？当了个摄政王嘚瑟的不行，这次出兵跟打了鸡血似的。我看我们大清啊，早晚要毁在他的手里。现在大明刚亡，农民军的政权尚未稳固，关内乱作一团，这才是我们有机可图和大有作为的时候。要是等以后农民军的政权稳固了，我们再南下，就错失了最好的时机，那才是以卵击石。那我们就守住关外，不是很好吗？等吴三桂一撤军，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山海关以北的大片土地，别弄到最后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活活的被撑死。豪哥，你不要忘了你皇阿玛的雄心和梦想，偏居于关外一隅，绝对不是你皇阿玛的蓝图。哟，现在倒想起我皇阿玛来了，鬼才知道，在我皇阿玛生前是谁天天在心里咒他死。豪哥，你说话有点分寸。就是浩哥，我们今天是跟两宫皇太后商量先帝陵寝的事，别岔开话题。玉儿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豪哥，他是记恨福临登上了皇位，所以他才口不择言的。姑姑，你不用担心我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我也奈何不了，爱说说去吧。你能这么想，那就好了。姑姑，对于多尔衮的这次出征，虽然我们是支持的，但是还有不少人不明真相，散布悲观的情绪，造成整个大清国人心惶惶。我在想，我们2个人明天带着福临上朝，表明我们的态度，这样那些朝臣们就不会认为是多尔衮擅自做决定了，而是为了完成先帝的夙愿。有皇上和两宫皇太后的支持，应该会堵上那些反对派的嘴。玉儿，还是你想的周到啊。姑姑，不管多尔衮在前线的战事如何，我们在后方一定不能拖他的后腿。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地去支持他，不然前线的战士为大清浴血奋战，后方的人却放冷箭，这多叫人寒心呐！是啊。睿亲王秉承先帝的遗志，率领8旗大军南征，进取中原，图谋大业。可有些人却丧志未却，非但不敢亲临前线，不把睿亲王的壮举当成是一种无畏的勇气和大清的荣光，反而散布一些悲观亡国的流言，搅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。今天我和母后皇太后亲临朝堂，就是要遏制这种流言，激励士气，扬我国威。前线的将士是为了我大清浴血疆场，戎马肆意，他们从来都没有退缩过，也从来没有懦弱过。他们是大清崛起的希望，也是大清屹立的战魂。我大清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8旗子弟用鲜血染红的，每一方山河也都是大家用命换来的。
先帝驾崩，九阿哥继位。我知道你们中间还有很多人不服，论资格，论贵胄，福临的确不是最佳人选。但是既然命运让福临坐上了这个皇位，又有2位摄政王全力辅政，大清的格局就不应该动摇。先帝在时，我们能够团结一致，戮力同心；先帝走后，我们照样要和衷共济，众志成城。因为大清是人人的大清，是百姓安身立命之国，是众生休养生息之地。诸位都是大清国的开国之臣，请不要忘记你们肩上的责任。现在还不是我们贪图安逸、守城享福的时候，而是为了天下苍生谋得出路、谋得太平的时候。所有的统一、天下大治，都是要通过一个王朝的崛起来完成。现在历史将使命赋予了我们大清，我们就不能做退缩者，而应该勇敢地扛起这份责任。我相信睿亲王也明白这份责任，也明白他肩上的重担。他所做的一切，不是为了他个人，而是为了大清，为了天下的百姓。参见摄政王。明天我们就要过大凌河了。我在想，我们是按原计划绕道蒙古，从喜峰口翻长城直逼北京呢，还是改变策略，一鼓作气直接杀到山海关？山海关万万去不得，山海关乃是万里长城第1关，地势险要，依山傍海，固若金汤。我们这个时候去跟吴三桂的关宁军硬拼，他不值当啊。可李自成已经率领10万大军奔赴山海关了，二虎相斗，我们不是正好坐收渔翁之利吗？可是吴三桂这个人狡猾多变，阴晴未定，诡计多端。据我得到的消息，他已经派他手下高选带着几个人去和李自成谈判了，而我们派去的人到现在都没回来，会不会被吴三桂给杀了？是啊，还是小心一点为妙。李自成此去，伐吴的决心不大，还是重在招降，不然他也不会把明太子朱慈朗和永王、定王以及吴襄带在军中。他是想以君父之德感化吴三桂呀。摄政王，吴三桂要是和大顺军联合，我们这个时候赶到山海关，正好撞到他的炮口上，这风险太大了。左大人，你的意见呢？我很赞同洪大人的意见。我们可以绕道长城，从密云直下正南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北京。若是大顺军与吴三桂开打，那是最好；如果他们不打，我们也已经占领了京畿要地。就算他们杀过来，我们也早已做好了防御措施。据探子来报，眼下北京城正在闹瘟疫，而且闹得很凶。如果我们直接杀过去，这场瘟疫怕是躲不过去了。这还没等李自成反扑过来，我们就全都趴下了。摄政王分析的也有道理。以现在大顺军和吴三桂的实力对比，一旦火并，大顺军胜出的可能性更大。那时候，李自成若是折回来，再加上他陕西部队的增援，那我们可就两翼受敌了。哥，吴三桂的副将杨生派人来送信，他还特意交代把这把匕首作为信物，亲自交给祖大人。那杨生我记得，的确是吴三桂的手下。没错，这是吴三桂的随身匕首。我身为大明臣子，农民军攻入北京，灭亡我朝。我据守边门，地小兵弱，没想摄政王垂青，三桂感激涕零，望王爷有恻隐之心，除暴减恶，救民水火。多多，叫人安排那人去休息。这。
摄政王，离山海关只有2天的路程了，为什么要放慢速度啊？是啊，哥，我们应该早点到山海关才行，赶在李自成之前占领有利地形。我不跟大顺军抢，我还要再观察观察。摄政王说的是啊，此时此刻绝不能掉以轻心。我不光要观察吴三桂的态度，也要观察山海关的形势。就让李自成先到，我慢一步，慢慢来吧。摄政王，你是想？吴三桂不是跟我谈条件要裂土分支吗？我坚决不能答应，我就慢慢来，让他急。大顺军还是淳朴了点儿，李自成也轻敌，结果被吴三桂给玩得团团转。那吴三桂想玩我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可，吴三桂哪是你的对手？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敌，无论是大顺军，还是吴三桂的关宁铁骑，都很骁勇善战。我们不能硬碰硬上去，要等待最佳时机，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。吴三桂狡猾，但他再怎么折腾，也只不过是一只狐狸。对付他，我得要有老狐狸的脚劲儿，更要有狮王的威严，不然他还真以为我多尔衮是他请到家里来胆沉的邻居。是啊，是该给吴三桂一点压力。先把山海关的战场留给大顺军和吴三桂，让他们打，我们远远的看热闹。等差不多了，我们再进去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啊！摄政王，万一吴三桂见我们态度不明朗，和大顺军联合，那就糟了。因为他不但往我们这儿派了谈判代表，他也往大顺军那儿派了他的人呐。他是想一箭双雕啊！若是李自成答应了他的条件，我们不答应，他就会调转头来对付我们；若是李自成拒绝，我们出兵呢，他就会坐享渔翁之利了。想得到美，那我们就给吴三桂来点刺激。您的意思是？伯哲在，你带一队精兵，打着吴三桂的旗号，绕到山海关，骚扰一下李自成。摄政王，英明啊！李自成这个人呐，生性多疑，这么一来，他和吴三桂绝没有谈判的可能了。伯哲，我知道你早就想真刀真枪的大干一场，你不要急，仗有的打。你此番去，也算是我们出征的首战，一定要记住，不可恋战，点到为止。阿哲遵命。走，报告摄政王，玉亲王率领的前锋部队已经在一片时和唐通交战了，察哈尔亲王从后面夹击，将唐通击败了。好，传令下去，大军停止前行，就地扎营。多尔衮，离山海关就8里地了，为什么不直接杀进去呢？再说了，都打了1天了，那大顺军和吴三桂拼得应该差不多了。前面情况不明，我不能贸然行动。万一大顺军在那里设了埋伏，我们可损失不起啊！好，全军停止前进，就地扎营。住！报，平西伯出大事了！慌慌张张什么大事？清兵的大炮没有对准大顺军，反把大炮口对准了我们，我们的人已经死伤无数了。什么？这个多尔衮，不帮我打李自成，反而打起我们来了。哎，完蛋了！这多尔衮跟李自成，这是要把我们生吞活剥呀！哎，下去吧。是。平西伯，清军送来的信。哼，操作不当，失误。当我吴三桂3岁小孩啊，岂有此理！平西伯，不好了，西罗城被大顺军攻下了。多尔衮，算你狠！咱们也有3、4年没见了吧？实在惭愧，当年在松锦战场没少给摄政王添麻烦。岂止是麻烦，你送给我那颗炮弹，
差点让我去见了我父汗了。哎，今天我属下误向贵部开炮，没伤着你吧？啊，惭愧惭愧，还请摄政王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计较我过往的过错。我要是跟你计较，今天你我就不会在这欢喜岭上相见了。还请摄政王速速带兵入关。关肯定要入的，谁也拦不住我。但问题是，以什么身份？是你吴三桂搬来的救兵呢，还是那亡掉的大明朝的好邻居？摄政王的意思是，平西伯，我还是这么称呼你吧。咱们两个大男人这段时间书信往来也不少了，你就别犹抱琵琶半遮面，一来一去的玩暧昧了。坐下，直接谈条件。好。我就喜欢摄政王这直来直去的性格，只要摄政王带兵入关，剿伐流寇，我定率部进入北京，灭流寇于共。慢，你这个条件10天前就提过了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那摄政王想要的是？我想要的，在第1封信里写得很清楚，不然你也不会冒着炮火箭矢来这欢喜岭见我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2条路，要么你就一条道走到黑，天一亮，等着李自成把你那几万关宁军赶到海里面啊；要么就跟着我们大清一起干。我多尔衮有言在先，绝不食言。如果你详情，我即刻封你为平西王，你将成为我大清入关第1功臣。封赏给你的可能没有你想要的那么多，但绝对比大顺军给你的要多得多。臣谢摄政王。好，吴三桂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大清的平西王了。快，请进。朵朵，叫剃头师傅。这我们满人的风俗，逢归大清者，第1件事就是要剃头。好。1644年4月22日，清军和吴三桂联军在山海关跟李自成农民军展开决战。刘宗敏，与你这一战，我是志在必得。平西王，摄政王有令，让你大前锋立即开赴石河西与大顺军交战。什么？哎呀，漫天黄沙，对方看不见，赶紧杀过去呀！你们为什么不冲？这是摄政王的命令，他都布置好了，你只要咬住长蛇阵的阵头，其他的事啊，你就不用管了。摄政王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东西北3面都布好阵了。走，杀！攻！
没想到吧？兄弟们，擒贼先擒王，给我杀！小心！何哲，多尔衮，哥，之前你救我一命，现在我还给你了。来人，快给察哈尔亲王包扎！不必了，我拿了这么多年，能跟你痛痛快快的打一场，我死而无憾。别说了，你是个英雄，你不能死，你还要跟我一起并肩作战呢。多尔衮，帮我照顾好他与儿。何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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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哲！月儿，怎么了？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？姑姑，多尔衮打下山海关了。真的？吉尔哈朗刚刚把前线的捷报给送来。太好了，真的是太好了！这下入主中原的大门终于给打开了。多少年的梦想，从伊明汗到先帝2代人苦苦奋斗追索的，终于要在多尔衮的手上给实现了。多尔衮呢？多尔衮应该没事吧？捷报上没提，会不会多尔衮怕我们担心，故意不报呢？月儿，你放心吧，现在多尔衮他是义军统帅，有侍卫队的，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受伤的。多尔衮这个人这么要强，
他会不会自己上阵杀敌啊？请菩萨保佑多尔衮平平安安，无灾无难。我已经在科尔沁许过愿望，请菩萨一定要保佑他平安。子曰：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明免而无耻；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明。皇上，您用心点儿，跟着我念：明免而无耻。我不念了，我要出去玩。皇上，您将来要治理大清国的，您懂得治国安邦的道理和方法，这些都是要教您。我要出去玩。皇帝哥哥，大哥哥说要带我出去打猎，你也一起去吧？去，当然去。皇上，您不能去呀！放开我！皇上，你放开！放开他！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一个弘文院的破学士，居然敢欺负皇上！微臣不敢。皇上读书闷了，出去散散心怎么了？就你们这帮文人，能教出什么好东西来？别到时候把皇上教的跟你们一样，酸溜的要死。福林，大哥哥带你去打猎，好不好？好。走，波果儿，打猎去喽！14叔去打仗了，都没有人陪我打猎了。那以后大哥哥经常带你们打猎，好不好？好。弗琳娜，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喜欢14叔啊？他可是个杀人大魔头。你问问博果儿，喜欢14叔吗？不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额娘说14叔把皇阿玛给杀死了。不可能的，14叔很疼我的。皇阿玛真的是14叔害死的，博果儿没有骗你。14叔不光害死了皇阿玛，还要害死皇帝哥哥你呢。不可能，14叔很疼我的。弗林，我是你的大哥哥，博果儿是你的亲弟弟，我们怎么可能骗你呢？是不是？哎呀，你14叔这么做，就是为了霸占你的皇额娘，你呀，以后可得小心点儿。真的吗？我怎么会骗你呢？你呀，是大清朝的皇帝，所有人都是你的臣民，知道吗？不但呢，你皇额娘要怕你，就连你14叔也都要听你的。是吗？我怎么会骗你呢？你是一国之君，大家都是你的臣民，只要你不高兴了，就可以打人。如果有一天你14叔惹你不高兴了，你照样可以惩罚他。可是14叔没有惹我不高兴啊。他那是在迷惑你，所以才故意讨好你。其实啊，他早就盯上你皇额娘了，你看着吧，早晚他会把你皇额娘抢走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弗琳娜，告诉你，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坏人，知道吗？但是他们大多都戴着面具，就是为了让你难以分辨。你14叔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，所以你一定要记住，只有你大哥哥我才会保护你，知道了吗？皇额娘告诉我，好人不会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的。你说14叔坏话，你就不是好人。我不跟你们玩了。皇额娘，站住，跪下，跪下。皇额娘，你为什么不抱我？福临，你今天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不上课？我讨厌那些功课，叽里呱啦的，我又听不懂。福临，这些都是谁教你的？大哥哥。好哥。皇额娘，大哥哥说14叔要害我，还要把你抢走，这个是真的吗？胡说八道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我也觉得不可能。可是大哥哥说的话也有点道理的。我以后只学骑马射猎，我不想成为那些酸溜溜的文人，要那个摇头晃脑的老头子。卷起铺盖回家吧，不要再当我的老师了。弗里，我是皇上，我是天底下最有权的人，所有人都得跪在我的脚底下，我想干嘛就干嘛，谁都不许惹我不高兴，谁惹我不高兴的话，我就惩罚他。弗林，你给我听着，以后不许再和你大哥哥来往了。好的不学，既学坏的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来，把皇上带下去。是。怎么了，哥哥？苏沫儿，以后得帮我看着点弗里，不能再让豪哥接近他。是。各位父老，摄政王昨日还口口声声说会善待我们，今天却在背地里大肆烧杀抢夺。这位老汉的女儿被一个满洲大将给糟蹋了，他老伴上去阻拦，却也被残忍的杀害了。你们说，我们能不能答应？不能！杀人偿命！各位父老，多尔衮出尔反尔，嘴上说一套，暗地里却纵容清兵做此禽兽之事，占我家园，欺凌百姓。乡亲们，让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摄政王看看，他的手下做了何等的禽兽之事！你是何人？竟然煽动百姓，聚众闹事，诋毁摄政王！安德海，这位兄弟，究竟出了什么事？多尔衮，我告诉你，这位老汉的女儿被你手下糟蹋了，他老伴也被你们杀害了。你说，我该是不该骂你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老百姓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尊严绝不容践踏。满大海，马上去给我调查一下。这。老人家，我多尔衮管教不严，在这里先给你赔罪了，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哼，你说的好听。伊成阁，是你？摄政王，就是他干的好事。摄政王，兄弟们拼死拼活，难道就不该享受享受吗？你太大惊小怪了吧！放肆！你违抗我的军令，败坏我的名声。满大海在，把伊成阁给我拉出去斩首示众。放开！摄政王，我可是肃亲王的表弟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身为大将军，知法犯法，不杀你如何平民愤？满大海，拉出去砍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多尔衮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！竟然为一个老百姓杀了伊成阁，得罪了两黄旗和豪阁，这犯得着吗？阿基格，你不要目光短浅。我若不杀一儆百，此风一长，那我八旗子弟在百姓眼里不成了禽兽了？我们在北京城还站得住脚？那也用不着砍头啊！啊，那顶多是革职和挨几棍就是了呗。阿基格，我可丑话说在前头，你别像伊成阁那样给我胡来，不然别怪我六亲不认。多尔衮，好，你做了摄政王，连我这个大哥都不认了。瓦奇克是那种人吗？会做出那种龌龊之事？多尔衮，我只是来告诉你，这是个机会，不要寒了将士们的心。管好你自己就是了，我怎么做，无需你来教。你也别嫌我啰嗦，我是来给你提个醒，啊，这真的是一个机会，你对大家好，大家才会支持你。还有，他们甚至会扶你去做紫禁城那把龙椅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忘了硕托和阿达里是怎么死的了吗？我真是不知好歹呀！算我什么都没说。
多多，你叫阿基格去查一下刚才那个年轻人的底细。哥，会调查他干什么？他敢当众诋毁你，干脆杀了干净。此人能煽动百姓的情绪，还敢当众骂我，如此有勇有谋之士，我岂能放过？难道你还要用他？以汉治汉，方为上策。1644年5月2日，多尔衮率领清军进入北京城。恭迎摄政王！恭迎摄政王！恭迎摄政王！哎呀，这李自成跑得可真快啊！把整个北京城都留给我们了。哥，你看，这就是北京城，这就是傅寒一生都梦想的荆棘之城。傅寒、八哥用尽了毕生的心血，才铺垫了今天我大清迈入北京的道路。2000里路，2代人的梦想，终于在我手上实现了。哥，你看这脚下，是通往天下的龙庭之路，这条路是属于你的。傅寒、八哥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紫禁城，这就是金碧辉煌、威武庄严的紫禁城。它是我们2代人的光荣与梦想，是无数八旗子弟浴血一生的憧憬与渴望。傅寒、八哥，我会追随你们的辉煌，你们的英雄气概，策马扬鞭整个中原，定夺天下。摄政王千岁千岁千岁！平身。谢摄政王。为崇祯帝发丧3日，典礼浩繁，我一人胜任不了，请摄政王增派官员。谁最贤达，可以担当主持丧礼的大任呢？摄政王，左中允陈鼎可以胜担此任。好，陈鼎，我加封你为吏部左侍郎，协助杨大人筹划丧礼。摄政王，在下重疾在身，没心力，也没这能力操办如此重大的事项，您还是另请高明吧。你们大明皇帝的尸骨还未收敛，我本想明日就让全城官民奔灵哭丧，以告慰你朝皇帝的在天之灵。可现在一无谥号，二无牌位，让老百姓怎么去哭奠，怎么去祭拜？我所做的都是为了你们大明皇帝，我不是为了我多尔衮自己呀。好了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你归顺我大清难免有些勉强，想一言不发，一事不做，免得背了天下骂名。可现在最紧要的是，你们先帝要入葬为安呐。在下惭愧。你们放心，明清只不过是革故鼎新，主义志存，明朝中央机构那一套全部保留，内阁、6部、督察院，通通给我恢复。明日所有官员都给我回原位办公。不管怎么样，这国家还是得正常的运转下去。你们的俸禄得发，老百姓也得活下去。摄政王英明。
花轿深重，木马拼来去，拼来去。